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啊！现在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已经5月份了。5月份纽约是冰雪消融，这个春天已经来了。但是随着春天来了，我们还知道这个川习会也要来了。川普将在5月14日至15日出访北京去会见习近平。所以我们今天请到2位老朋友，一个是这个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的扶摇，哇，还有没有这么夸张吧，子英？还有一个是公子世无双的这个张天亮张教授，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这期节目到底是来说什么的？诗词比赛，诗词比赛，独憔悴。中美会谈嘛，要来一点这个，所以其实中美会谈这个川习会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影响到我们知道台湾，包括中美的贸易战，包括伊朗和乌克兰的局势。我们就先从台湾说起来吧，因为我最近其实一直在看一些台湾媒体，就是说我突然发现，就是说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川习会会面会不会存在这种一种可能，就是台湾成为这个会谈的一个密约，就有一个类似台湾密约，川普可能放弃台湾利益，比如说中共要打台湾时候，美国不出手，而中共方面在经济上面会让渡这样的利益。我看到很多媒体都在说，有人称之为台湾密约，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会不会存在这种台湾密约呢？存在吗？我觉得不大可能。对啊，川普怎么可能放弃？我看到有几个就是关于中共准备让步来换台湾的筹码，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打算购买1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习近平准备就是说放弃朝鲜，就是如果川普要干嘛的话，他可以不管，但是呢我打台湾你也不要管。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中共在美国这边如果有些资产50年都没有人认领的话，美国可以直接拿走。就是类似于这样哈，据说是一共40多条，40多条，比那个什么时候谈的呢？比俄乌的28点还要多，那怎么想出来的？比那个马关条约还厉害。有点丧权辱国。不是，但问题是有些不现实，就是朝鲜问题明显是不现实的，因为朝鲜有核武器。首先，美国不想动朝鲜，对。第二，朝鲜有核武器，中共就算不出手，美国也动不了朝鲜。对，其实我觉得，朝鲜这个事儿对中共来说的话，它的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远远不如台湾。因为朝鲜这边的话，它还有南朝鲜，然后的话过了对马海峡，整个日本把朝鲜等于包在里边了。对，所以就是说，中共即使占了朝鲜之后，仍然不能够面向太平洋。但是台湾不一样，台湾的话，你一旦占了之后的话，第一岛链打开，它就可以直接进太平洋。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灾难性的。再加上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因为90%多以上的高阶芯片都是台湾生产，那如果你要是台湾没了的话，等于是中共直接卡住了美国的脖子，就在 AI 这块的话，就完全卡住美国的脖子。所以这点我觉得川普也是绝对不可能让步的。我其实看那个就是那个列出那什么号称40条那个让步啊，我是觉得有一个地方挺搞笑的，说中共要买1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共的外汇储备一共才3万亿，才3万3千亿美元。对，3万多亿。而且那钱的话你是不能都花的，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叫经常性项目支出，就是说平时比如说进口商品啊，然后这个买这个服务贸易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的话，对，就是你相当于你们家那个活期账户，你不可能说把你们家活期账户清零了，完了之后就去买一个美国国债，那你每个月的那个账单就付不出去了嘛。他有没有可能提出这样的一种就是设想，让美国来相信？虽然他实际上做不到，但是有没有可能提出这样的一种说法？我觉得其实可能习近平长期以来确实是一直想就是拿台湾就是当成一个跟美国谈判的筹码，就是比如说贸易战的问题啊、关税啊，很多地方他都可以让步。但台湾问题的话，台湾问题他觉得这是他的重中之重。但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习近平如果川普真的不管的话，习近平真的敢打台湾吗？我觉得这事儿也特别不靠谱。关键的问题在于说，这不是川普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知道吧？因为川普不管的话，美国国会马上通过一个法案说我们要支持台湾，我们要执行对台湾什么6项保证，什么对台湾关系法，川普不可能挡，对吧？我觉得核心问题是，就是说中共方面能给美国让渡的利益远远小于台湾本身提供给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因为台湾在整个经济和军事方面对于美国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就说芯片产业。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前2天说台湾第1季度 GDP 增长超过13%。GPT 看多了是吧？天天是离不开人工智能了。就是说，台湾其实现在是全球人工智能的一个基础，就是台积电。我们看到就是说，最近这半年，我们知道这个内存就整个存储行业就是涨得非常凶，至少翻1倍感觉。对，美光啊，这个闪迪啊，包括这个
西部数据啊，全部存储都在涨，从你这个硬盘到你的这个内存都在涨。但是很多的这个代工其实都还是在台湾，包括美光要在这个台湾又投资了新厂。然后不仅是台湾，还有这个日本，我们美光和闪迪都在日本有新厂。好像只有美光能生产那种高带宽的吞吐的那种芯片吗？对 HBM 其实这个是海力士、三星和美光3家，海力士算是老大，但其实都在这个亚太地区，但是很多代工都是在台湾啊，所以不仅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谷歌要生产 TPU，对吧？亚马逊也要推出自己的芯片，这些芯片谁来生产？都是设计，比如设计商可能是博通，对不对？可能是这个 Marvell，但是你最后真的代工生产的话，还是要跑到台湾去。对，所以台湾对于美国从现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之前是互联网经济，接下来就是 AI 经济，而 AI 经济的这个基础，这个代工的基础，其实在台湾。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不可能放弃的。对，这是经济上来说，从军事上来说更这样，就第一岛链嘛。你第一岛链你就卡在这儿，就是卡住这个中共的咽喉。你把地图转一下，你就会发现台湾正好就处在这样一个关键位置，对不对？我觉得从2点就是侧面可以看呢，一个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允许就是中共把台湾给拿下的话，美国议员现在他们推的那个140亿的军售法案就不会成功。但现在这个之所以没有卖成，不是因为美国这边不卖，而是因为台湾这边给拦下来了。对，美国是要卖的，卖了把这些所有最先进的武器给你了之后，美国可能让这些先进的武器落到中共手里吗？不可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川普这边不可能比拜登做得更软。之前拜登是延续了川普的政策才对于中共这么强硬。如果说现在川普再回去了，这个在政坛上站不住脚的，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对，就从国际的那个就是地位上来讲，如果美国放弃台湾的话，美国等于是所有的盟友都将永远都不再相信美国了。你看，在俄乌战争中，当时川普就是说一直是还有点挺俄的那种的感觉，但是他整个上来之后，你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儿，他并没有像之前就是说的那么的，就是说对俄罗斯那么友好。虽然表面上说你是朋友，但是他实际上一点这种让步都没有做。所以我觉得川普可能确实是嘴上会保持一个比较模糊的政策，但是他实际上不会真的是放手去做的。这个事儿我真的有点搞不太清楚。你觉得俄乌战争中，川普现在在站哪头？我觉得还是乌克兰吧。我觉得川普是偏向俄罗斯的，我也感觉偏向俄罗斯，但是他是想达成协议。但是他是觉得我是认为他是觉得俄罗斯不是一个像其他人那么好说话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对于俄罗斯是会看起来比一般人更走得近一点，但是实际上不是说走得近，而是一种跟他谈判的策略。我觉得川普他有一种就是说他不是站在道义上看这个问题，他是看谁强谁弱。他认为这个乌克兰没牌打嘛？对，他就你看之前会面就是乌克兰没牌打，他没有从道义上考虑这个问题，说乌克兰是入侵一方，他认为乌克兰是防守，俄罗斯是入侵一方，就是说他认为在这个俄罗斯在进攻，就是说你如果不把这些领土给出去的话，那可能过几年俄罗斯也会拿掉。对，所以他是有这个。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他前2天又在讲这个调调哈，但是我是觉得他如果要看看现在俄乌前线的话，其实乌克兰现在正在取得优势，缓慢的取得更大的优势。是的，今年是这样，特别在扎波罗热一带确实是这样的。对，乌克兰取得一些进展，所以因为俄罗斯扛不住嘛。俄罗斯有点扛不住。俄罗斯我觉得他一个是星链断了之后，他的指挥断掉，然后再一个就是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真的非常厉害，我觉得要比那个俄罗斯要厉害很多。这个不就是我就是说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川普其实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嘛。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站在俄罗斯那一边，可能星链也不会断，他可能是希望这个战事尽快结束，那给你星链，打开你的这个网络，让你更快的把乌克兰拿下，可能是他想做的，可是他也没有这么做。但是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话，他也没法就是那么像一个像是怎么说呢，比较文艺一点的那种政客，就是说我们是道义为上，所以说你不能侵略，他并不是那种思考。然后说 OK， 我跟你俄罗斯这边达成一些协议，你看你想要什么，我能尽可能的给你，达成什么到一个程度的话，也就到此为止了，那可能打到哪儿就是哪儿，然后就尽快和谈。所以我觉得川普他的那种思路就比较宏观一点，他不是说在学术上，或者说是在一个就是我们人认为的这种正义，或者说是就是有点侵略的那种感觉。他比较现实主义是吗？他就比较现实，而且他是这种商人性的现实。我这么来形容吧，川普的心态是他是来拉架的。
就是说你们乌克兰和俄罗斯，你们俩别打了，对，你们别打了。对，说那个乌克兰说不对，俄罗斯先打的我，他并且特别坏。川普说他怎么打的你不关我事儿，那是拜登政府时期的事儿，不关我事儿。你们现在不要打。我跟你说，川普就是这个想法。你看父母如果说是2个孩子打架的话，一个大的欺负一个小，他不会说你大的永远不能欺负小的，小的你就是不能受一点委屈，他肯定是说他大，你就是有的时候你让着他一点，然后大的那个是说你不能总欺负小的，他会双面俱下，就像你说的这种拉架，但是他不会有一个严苛的一个规定，你不能越这条线。就是川普就是人际，川普一定程度还是把俄罗斯或者普京当做一个朋友或者可能的地区的盟友，他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敌人。他如果当成一个敌人，他怎么去制约中共呢？就关键问题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然后呢，川普也不想惹这个麻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是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现在这个在打的这个过程中，现在它的经济越来越不行了。对。然后呢，这个乌克兰这边的话呢，一直能够得到欧盟源源不断的援助，所以这个乌克兰现在它就能够造出很多的武器。现在乌克兰你看打俄罗斯的话，它很多都是在打它的经济，炸它的炼油厂，炸它的那个港口，对，最后导致它的能源输出不出去的时候，俄罗斯经济就受不了了嘛。是，你看这2天我看这个炸这个图阿布谢港，就是黑海沿岸这个港口，就是说，我觉得对于川普在乌克兰战场上有2种看法，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核心问题回到这个川习会本身，回到这个台湾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3个人观点都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不会放手，不会，川普我认为无论是个人意愿也好，或者是国内党派，或者是你从最先是他商人嘛，考虑利益嘛，你就从经济和军事利益上讲，也不会放手。但是我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看了很多台湾，有些台湾包括中国时报，包括一些其他报，他都会不断宣传这样，说明它是有一定的市场。为什么会有这种？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就是说戴眼贴，所以看一些手势的时候看不清，是不是？有道理。对，所以要推荐一下这个眼贴，介绍一下。这眼贴这么好用，好像用过，是不是？对，这个眼贴就是叫做 Wisecrest 的舒缓冷敷眼贴，它这个就是有时候太紧张了。对，因为现在人就是说容易看电脑看的时间长了，眼压高啊，或者眼睛会流泪啊什么之类的。就戴这个的话，它是会能够帮助你，因为它是透皮吸收，就是你贴在这儿之后的话，它那个东西就会通过你的皮肤那个就发挥它的作用。然后有一些那个真正的那个眼科的医生。我看到有一个案例，就是那个眼科的医生，他其实不相信这个，因为他是学西医的嘛，但是他发现这东西反正贴在这儿，他也没有点到眼睛里面，他觉得最多是没有用处，不会有坏处，他就试了一下，然后草本是不是？对，它是草本的，所以说结果试了之后发现那个效果特别好，包括他自己的女儿也是，就是长期看电脑之后会就贴这个，确实是能够缓解很多那个眼压高啊。现在我觉得到春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受那个花粉的影响。我就是吧？我就是花粉过敏，然后我用这个之后，它会流眼泪，就你会稍微缓一点，就是不会那么痛苦。对，所以就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用我们的折扣码来试一下。对，子定也可以试试看吧。对，其实我很需要，因为我本身度数比较高，天天看这么多新闻，多糟心啊！对啊，看不清。对啊，你说为什么这些就是说有一些媒体，他真的是好像总是在帮中共说话的感觉？对 disinformation， 我就觉得就是说，中共现在对台湾，不光是台湾，全世界的这种信息战非常渗透很厉害，包括美国，对不对？你看前2天有一个那个就是中国有一个黑客嘛，就是后来被从意大利引渡到美国，对，叫姓徐，叫徐泽伟，对，后来我就想起来那个就是原来有一个大陆的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大陆的黑客公司叫安讯，对，那个安讯那公司的话，它是给大陆大概是43个公安部下属厅级机构跟他们合作，它就是比如说帮助，它都是所有的那些服务，它都是有报价表的嘛，比如说我帮你在推特上建多少账号，转发多少推。然后把哪个问题炒热的话，你给我多少钱？就是这中共这边，我觉得搞这种信息战是非常厉害的，很舍得的，商业化了都已经。而且安徐，我记得当时有个报告，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涉及到其他的什么英国国防部、什么这种对外联络部，就是很多国家它的这种就是对外的这些，它都是可以入侵进去的。对，其实过去这几年中共它对西方渗透很大，包括那个 FBI 过去2年。发了很多报告，包括这个它有代号叫什么盐台风、骚台风啊，对。那当时是川普、Kamala Harris， 就是这些他的整个竞选团队的电话全是监听的，全部监听，包括这个什么 FBI 的这个，就所有重要的人物，你的信息都可能会被监听。而且它整个它有好几个
我去了，还有个福特台风，反正好几个这种。对。然后他去利用美国，他有一部分是通过这个硬件，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路由器，像 TP-Link 啊，它其实是在中国，其实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公司。对。然后有很多包括这个港口的这个起重机，因为你本身是要联网，一定有电信这个组件。对。其实都有后门，都可能受到中共的攻击和操控。是。这个对于美国的安全风险是非常大的。对，我其实最近做一部片子，就是叫 China's Stealth Invasion， 就是我叫偷袭美国了，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讲这个东西。其实你像 TP-Link， 你刚才说的哈，美国65%的家庭和中小企业都在使用 TP-Link， 然后现在日本的已经是把16万 TP-Link 踢出去，然后美国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些媒体报道说，美国现在也想全面的禁止这个 TP-Link。然后呢，你像家里边那种扫地机器人，你都不知道它里边到底装了什么，就是它会收集到你的，会听你说话。你买的那个吗？我没有，我也没有敢买。对，我不太敢买那个。我们家有一个。你们家有一个？对，就很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就有一天往卧室开始走。天哪！对，听你看你干嘛？然后对，就是像你刚才说那个South台风，还有那个福特台风，就是对美国基础设施的这些控制。然后呢，他们发现，比如说中国的，因为它的那个 solar panel， 就是它都运到美国的，美国买都是中国生产的嘛，那个里边也会有东西。对，它里边有断路器，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真的发生战争的话，它可以让所有的太阳能面板同时停止发电。然后就这个漏洞，我记得西班牙好像是就去年的时候，西班牙当时发现的。这个美国一直在推，包括看 YouTube 视频，天天在跟你们家说，就是说你们要换成这个，然后省电钱。对，就是过去特别是拜登和奥巴马政府，他很推行这所谓这个绿色能源补贴，就全是政府补贴。就是我觉得很搞笑，他政府说绿色能源政府补贴，然后这些补贴钱全都跑到中国去了。我觉得这何必呢？你在干什么呢？对，但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我做那部片子哈，就是说咱们提到这些事儿，可能你零星的在各种媒体上也能够看到报道，但是就是这部片子主要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王沪宁在1989年的时候到美国来。然后呢，他观察美国这个社会之后，他发现，他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社会，它是里边有很多内在的这种 tension， 内在的这种张力，互相之间不同的力量在较量。所以他后来在回国之后写了一本，就是叫做《美国反对美国》，就是 America Against America。他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个，你会发现王沪宁就是咱们以前觉得这人是三姓家奴，就是跟那个什么江泽民讲三个代表，跟那个胡锦涛讲科学发展观，跟习近平讲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他这些东西哈，你看着好像是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吧？但它其实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谋划，就是美国反对美国。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是干嘛的？三个代表其实就是说，让那些本来被共产党要就是斗争打击的对象，比如说资本家，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干掉资本主义才能够进入社会主义，突然之间把资本家也要拉到党内，就是三个代表先进生产力，以前背过的。对，但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是什么？其实就是统战，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拉拢次要敌人，然后去打击主要敌人这样一个统战策略。那时候这种统战策略的话，因为那时候中国还小嘛，就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那时候中国经济还很弱小，然后就一直是以这样的策略想办法能够包括外国的政要交朋友啊，就是对外国的媒体交朋友，当时是干这个事情，这是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后来等到胡锦涛上台的时候，他搞了一个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话，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要打垮全世界的产业链，让你形成对中共的产业依赖。所以你看，2001年的时候，在多哈签了那个中共加入世贸的协议嘛。完2002年的时候，胡锦涛上台当总书记之后，就开始搞这个科学发展观，一直搞到胡锦涛下台10年的时间，最后搞出一个类似于像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科学发展观的话，因为他一旦他用你觉得中国老百姓他穷吧？你觉得这是这个就是中共心狠呐，或者比如说你是觉得这是这个企业家贪婪就不给压榨他们？但是其实这对中共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国策，就是因为当你们都很穷的时候，都没有钱的时候，你的劳动力便宜嘛，所以说我就可以生产出来这个成本很低的产品，它可能会比海外低1/2、1/3，然后的话就把海外的产业链就打垮，打垮之后其他别的产业链就掏空了嘛。掏空了之后的话，你就只能依赖中共。所以说，你看现在川普跟习近平搞什么，就是这个贸易战打不下去，就是因为它的产业链依赖。美国90%以上的抗生素都是中国提供，你的美国的武器里边的40%的芯片是中共提供的，你这怎么打？等于你不是因粮于敌，你是要从敌人那儿才拿武器，对吧？它是整个就是说，甚至
中共用成本问题相当于把这个西方制造业掏空了。对，你不要说你做一个简单的机器人也好，就说马斯克要做他这个机器人好 Optimus 对。供应商 OEM 全在中国大陆，你看做那个关节或者电动马达，对对，就可能超过50%到60%全部是在中国大陆。你说这很难去脱钩。你知道之前我去枪展看他卖那个枪，有很多华人在卖配件，枪的那些配件，可能我就觉得，哎，为什么美国制造的这些枪就是美国的这种枪，然后都是大陆人在去卖这些，然后他们还非常多的这种就是说外挂出来各种各样的配件。是。所以这就你发现就是说王沪宁讲的美国反对美国哈，他利用美国一切的制度漏洞，因为比如说美国你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你是一个自由竞争市场，那边便宜的话你当然买那个了，对吧？那边便宜的话当然就把你的产业都搬过去了，就对吧？你掏空，而且当你知道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一旦不再占有主流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资本家确实赚了很多钱，因为他外包出去了嘛，他利润很高，但是普通老百姓又失业，这个社会马上就会陷入动荡。然后呢，他比如说是你美国，比如说你是一个就是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对吧？宪法第1修正案保护，那 OK 好，那我就利用你的言论自由，我在你这边办媒体，讲好中国故事，什么这个就是甚至控制美国的主流媒体来去打击中共不喜欢的人。然后你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OK 好，我不喜欢你我就起诉你，我起诉你的话，一个官司打下来的话，你可能打好几年，然后可能花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的官司，这个法律诉讼费用你就没法再跟他，对，你就没法再跟，你就没有时间再跟他去干了。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他非常危险的一块，就是叫做 America against America， 就是利用美国的制度本身在反对美国。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比如说听说过，就是比如说骚台风啊，什么就是波台风，包括他可能今天听一些，明天听一些，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中共它是有一个长期战略的，长期战略40年的时间一步一步执行到这儿。而美国就是说换一届政府可能就换一个思路，换一届政府就换一个思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等于是按孙子的说法，就是你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你最后每战都很危险的，每一次都很危险。那你说怎么办呢？就是我听下来感觉出的这个片子就挺好的，对，所以大家赶快要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和另外一个片子可以媲美。之前我们看过一个片子，就是《蚕食美国》Agenda，然后它是讲，其实在美国的这种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共产主义，它在大学校园里边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腐化整个这个大学校园，然后把这整个社会全都变了。而且他是说，这些民主党，怎么说呢？一些极端的那些民主党人，他们真的是按照这个策略一步一步在走，按照那个 agenda 写的那些条文，居然都做成了。对。然后现在我觉得教授把这个事情，就是王沪宁的这一套东西拿出来亮出来，基本上就美国人需要明白这2点，一个是你怎么去在这边在社会里边怎么去腐化美国，一个是共产主义中共那边是怎么在腐化美国。其实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就是你看到有些现状你很无力，因为他就是利用美国，它就是一个自由民主言论自由，它允许你这样，所以需要每个人站出来。但就是有些问题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其实在那个片子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能做什么，就是你不要认为说这是一个美国的问题，就美国政府的问题，因为中共的话它是在以一个全国家的形式来打击你，你必须得以一个全国家的形式，每个人的话都得去应对。其实有些东西很简单，比如说你所有人都不买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所有人从他手机上卸载所有的这个中共的开发的 app， 就是有很多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完全可以做的，包括哪怕就是说你看我这个片子再介绍给你的朋友本身，我觉得这都是对。但是像您提到这一点，比如说不买中国制造东西，首先中国制造东西很便宜，大家觉得可能是又物美价廉。但是这种如果你真的是不去买的话，你思想上要转变，你就是随时要有一个意识。对，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传播，就是说不断的去通过这种信息去传递，不是说我们这个手上操作不买这个东西，不在它的 app， 是第2步，第1步是你要认清它。对，没错。其实你像我买这个就是手表，就买一个 digital watch 哈，那中国的东西真的很便宜，30-40块钱的那个表，这个功能就很强，而且很全。我后来就我就一定要买一个，比如说非中国制造的台湾造的话可能就得200-300，就是很多时候你确实是得做一点牺牲，我觉得。那回到这个中美贸易战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已经不是1天2天，就产业链依赖中国，包括稀土的问题，就恨不得让川普就当面跟习近平把这个问题都说出来。你看你把我美国整的，这个是没有用的。习近平听完之后可能哈哈大笑。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提到这个王沪宁的这个策略，他89年来美国，他是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来美国，就是想要找出一个怎么去打败美国的策略吗？
还是说他来了之后忽然发现这么一个契机，回到中国之后他想借此往上爬，所以推出这样一个策略？他其实在当时来这个美国的时候，他还是挺年轻的，那时候他是那个复旦的那个学者嘛，当时他是访问学者的身份。习近平是不是也是那时候一起来的？习近平去那个什么走访吧，这是去那个哪个州？那个州爱荷华州，还在金门大桥拍了张著名照片。哎呀，对，那个我觉得他当时其实他当时的想法不成体系，也不是很成熟，但他看到了非常明显，就是他很敏锐地捕捉到美国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社会，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像中国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不是这种就是统一思想。他发现美国内部有这种 tension， 你只要有 tension 的话，你互相内部有争执的话，他就可以利用撕裂它，然后的话让它变得越来越。当年对国民党不就是这样吗？对，当时这个桂系和蒋介石最后把蒋介石从总统上弄下去了。对。但李宗仁上来也没好好干。我觉得王沪宁他这个真的是很阴的，他当看到之后，他就把这个构成一个体系，然后是推出来，然后大家就真的是中国就完全按照这个策略来走。是，但是我再想这个问题，其实冷战时期也是那样，苏联对美国的渗透也是很厉害的。对，但是问题是当时没有这种贸易上这么紧密的连起来，它基本上就是真的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铁幕，真的是一个铁幕，两边是没有关系的，各顾各的，而且井水不犯河水。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美国社会对于苏联的警惕性真的还是挺高的。虽然有像《纽约时报》时不时就登一篇文章，就是吹一下，就为苏联就是涂脂抹粉吹捧苏联，但是大部分人我觉得在冷战时期，他们还是知道那是我们的敌人。对，那个时候社会上那个气氛还是这个底，但是中共其实不太一样，在中共我们就是几年前或者10年前包括华尔街，包括甚至我们看到共和党很反共，但是其实在1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政坛的主旋律就是和中国做生意。对，和他主要其实我觉得江泽民那个时候真的也是很阴险，因为那个911之后，江泽民打电话给小布什嘛，就直接给打电话给小布什说这个他支持小布什反恐，所以那时候小布什一下子就把中共视为他的盟友了。对，是我记得我当时在国会见一个参议员，他的重要幕僚，他就是说，因为当时其实在疫情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在 Capitol 你说中共的不好话，甚至是就是政治不正确的，或者是你没有太多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其实那时候真的反共的议员或者能坚持自己主张的议员，其实相对比较少的。对，像卢比奥那个时候其实是相对来说在中共这立场算是异类。对。你刚才说到那个疫情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对，就是08年当时奥运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就是像小布什自己还到中国去嘛，就那时候大家都好像都是要拥抱中国，有一个 China Plan，而且那时候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是 truly believe， 就是说如果我们跟中国做生意的话，中国有一天会走向民主。我真的，我说句实话，我认为这是后面给自己找场的，我真的不认为很多华尔街的人或者政治圈的人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就是为了利益，就是为了赚钱。说白了，我真觉得他们可能80%是为了赚钱，20%是为了所谓的我们能通过经济方式把中国慢慢转变。对，但我觉得大多数人就是特别是这种高层人，他可能根本不 care。转变不转变我不 care， 我记得政客是对，我记得那时候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讲说，中国一旦出现一个中产阶级的话，他们就需要有法治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有了法治之后的话，这就是独立司法，然后就是中国就开始一步一步有了这个做基石就自由。那时候的话，这种叙事在国会在政界在智库里边的话是非常非常流行。而就是中国，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花很多钱。买那些 K 阶的那些游说的那些公司。对。那现在发展下来，我们知道对于川普来说，看起来这个经济贸易战，我觉得川普就是你想2020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个疫情，对，川普就是当头一棒，直接是让你就是你不得不在19年已经打开贸易战之后，又让你看到中共的这种丑恶的嘴脸，对，就把你这些物资全都给弄走了之后，他就是身兼这个重任的。他是这个掉头的人，就船大难掉头。对，但这个头调过来，就是在这个刚打贸易战的时候，民主党是强烈反对的。你看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其实川普时期留下来的这个对华政策是没有变的，没有变的，就是这个头已经调回来，不管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这样。但是川普就是说他的民主党可能更循规蹈矩一点，就前朝定下来的东西。民主党我觉得他关键是他跟中共干的话，他是拉着一批兄弟一块干，就是欧洲的盟友啊，什么奥库斯啊，什么 Chip 4啊，什么就是拉这些什么韩国、日本、菲律宾什么跟他们跟澳大利亚什么跟中国一块干。
川普基本来说的话，就是连敌人带盟友全拿脚踢。天哪，什么墨西哥，什么格陵兰，什么中国，对，英国无所谓，北约赶快给我解体。对，英国，对，德国撤军了。所以就感觉很乱。你看英王都来了，他都可以就是说不顾这些，就是策略就是策略，我招待你是招待你，但他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没有影响跟着英国的这个关系，没有好转到那个程度。对，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一点我是觉得，就是说对付中共民主党的国际上的政策，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有章法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章法的。那回到川协会本身，这个贸易战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最高法院已经裁决，川普之前的这个关税是，最高法院这个裁决我真的觉得很昏头，一下子1000多亿退出去了。对啊，所以川普手上的牌又变少了。这个你觉得这次川协会？对于美国或者川普来说，会在经济上或者贸易上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个伊朗在撑着，所以我觉得川普不会对中共怎么样。你觉得川普这么说吧，就是说习近平基本上来说，我们知道他和川普的就是会面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贸易战不要打，就是中美能够维持这个接着这么往下走，对，熬到川普退休为止，往后拖，和伊朗是一样的。这是我觉得这是习近平的策略。那川普你觉得他的目标是什么？川普的目标，川普没目标是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川普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目标。川普我觉得他也是有希望再缓一缓这个经济问题。对，我觉得川普不大，因为川普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是想跟中共脱钩的话，他至少也需要几年的时间重建。短期脱不了，产业链，个人意愿决定。他需要重建自己的产业链。美国必须要就是重新 industrialize， 重新工业化。美国需要有一个再工业化的这个过程。很难啊，因为它是产业。AI 出现了，但是我觉得有了 AI 之后，我觉得就如果就是 Optimus 可以以后的就是 Optimus 可以自己生产自己了，然后它可以 Optimus 去生产这个其他别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就没有了，因为不存在劳动力。所以相当于是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过去的生产方式。对，用新的生产方式，美国是可以把制造业留在这个国内，或者是尖端的一些制造业。对，因为你想中国跟美国竞争的话，它的竞争优势在哪儿？第一点就是它盗窃知识产权，所以说它是节省了很多开发费用，对吧？对。那第二就是说它的那个劳动力极度的便宜，然后人卷得很厉害。但是我机器肯定卷得比你人厉害，对吧？我机器24小时可以工作，卷得肯定比你厉害。所以我觉得，而且中共的那些策略，之前那个 Manus 是读 Manus 还是 Manus？ 我不知道，我就读 Manus。他这就是已经收购了，然后又给收回去了。就是你看到他那种蠢招，他就是花了钱赔了钱，然后自己什么都剩不着，所以你就感觉他会自己一步步把自己给反噬到。就是你永远要相信习近平会做出开倒车的决定。对，这也是有道理的，对。就看看吧，还有很快不到10天差不多。对，所以这也是川协会一个重要的一章，就是中美贸易战。那看起来目前大家都觉得不太会有升级的可能，因为习近平希望往后拖，那川普现在还有伊朗的局势需要去面对。对，那说到伊朗，我们再谈伊朗问题，因为伊朗问题也是挺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伊朗问题到现在就是说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状况，就是这么拖下去了。那我们知道中共对伊朗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在聊这个伊朗问题吗？还是我们可以简单聊两句。可以聊。我觉得我们已经聊了多长时间了？30分钟。几十分钟？33分钟。那我们就那我们不聊伊朗问题，我们聊这个俄罗斯问题吧。不是，不是已经33分钟，你还要一期已经到了。那一期已经到了，那结尾吧。我觉得聊太久了，我也觉得聊太久了因为你看你再提到伊朗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就下一集再聊这伊朗问题。对。那伊朗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下一期节目好好聊。对，我们下一期，所以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我们下一期和观众朋友们再见。好，拜拜。拜拜。